道家三界观和佛教中所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道教朴素的天地宇宙观和现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多有相似之处，都是说宇宙从一个混沌的状态爆发而生发演化出万物，都强调有生于无。民间自古就有盘古开天地一说，道教尊盘古为三清之元始天尊，而三清又是老子依气化三清而来。大家好，修行长生，真灵我身，欢迎来到真灵时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故事。道教典籍《太上老君开天经》中对阐明了道教对于天地伊始形成的这个过程的观点。盖文未有天地之间，太清之外不可称计。虚无之理，寂寞无表，无天无地，无阴无阳，无日无月，无经无光，无东无西，高下自然。唯吾老君有处空玄寂寥之外，玄虚之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言有，不见其形，若言无，万物从之而生。八表之外，渐渐十分下乘微妙，以为世界而有宏源。简单来概括，就是天地鸿蒙之处，宇宙万物都是虚无寂寞的，没有天地阴阳日月东南西北等。当时只有老君在空玄寂寥处，也没有具体的形体，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相当于以最原始的气的形式存在着。万物开始由老君派生，一切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相当于是开天地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叫宏元时代。后来宏元时代，清气浊气混在一起，有万劫的时间都处于宏元时代。可能有朋友不知道道教的劫是多长，大概就是12-3万年的时间叫一劫。过了宏元时代，就来到了混元时代。混元时代主要也是为天地初开、万物生成做准备。过了万劫，来到了太初时代。太初时代开始有了气，这个气刚开始出现的阶段，老君从虚空中走来，口吐一本开天经，行天地之教化。于是太初时期天地分开，清气与浊气分离，混沌初开，方有日月四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盘古开天地的阶段，即至天地开辟完成，清气上浮形成一天，浊气下沈形成了地。老君一直在每个时期行天地教化，先教化天地，形成万物，再教化君王，时有君臣尊卑。道教所说的三界，一般是指天地人三界，指的是整个大宇宙范围，或是超宇宙、超时间范围。天界是神仙和圣人所在的天堂，或天庭是俗人所无法高攀的神圣世界。人界也称人间、阳间，即指所有纬度生灵生活的世界。地界或魔界也称鬼界和阴间，意指充满恐惧，犹如阴曹地府般的世界。在传统的阴阳理论体系中，天为阳，地为阴，阴阳交合产生万物，所以讲求阴阳平衡。中医也认为生病的人也是阴阳不平衡的结果，所以治病是讲究阴阳调和。既然人也是阴阳的产物，所以一般人死有两种去向，变成阴的称为鬼魂，管理鬼魂的叫阴间或者幽冥界，属阴，所以存在于地下。佛教中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名三界。佛教认为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围绕着有情的生命，层次不同而立了三界。现代人关于须弥山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也有人认为须弥山是象征着太阳系的核心。关于这些猜测，我们不必去管它。总之，佛教所说的一个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还有众多的星球，如水星、火星、金星、木星等。这样的一个世界，在佛教经典里称为一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都以有情生命为核心，围绕着有情生命的层次，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什么叫欲界呢？欲就是欲望，也就是说，生活在这个层次的人，欲望特别的强烈。什么叫欲望呢？佛经里对欲望的定义是需求，
一方面是生理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需求。什么叫色界呢？色界的色，不是指颜色的色，也不是指女色的色，而是物质的意思。佛教认为，我们对物质的认识要从2个方面，一是显色即颜色业，一是形色即形状业。我们对物质现象的认识，主要通过颜色与形状这样的2个渠道，所以佛教把物质现象叫做色。佛教所说的色界，指的是色界天在6欲天的上面。色界天比欲界天的生命层次要高，因为欲界天享受的是物欲的快乐，而色界天享受的是禅悦的快乐。前者是物质的，后者则是精神的。3界中最高一界就是无色界。无色界是纯精神生活的世界，它是通过修4种空定，即空无边处定，是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获得的果报。众所周知，易学是从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起源的。道家隐士们在参透义理的基础上，从下3界的是事物物，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道中3界的人与宇宙，人与天，人与地种种关系，不断向上攀升，进入上3界。宇宙时间空间，把握了宇宙，把握了一切现象之所以形成，所以变化，运用道家超绝的智慧，跳出宇宙时间空间之外看世界，将亦升华到宇宙之本体道的高度。1992年春，在西安召开的老子思想研讨会，王立平先生提交了一篇论文，初论老子之道与世界观，其中他阐述了3界思维论，我们摘录如下。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4大，而人居其一焉。由老子这一论述，可以把宇宙分为3界，使它同3层4种状态相对应。道上3界，宇宙时间空间天；中3界，天地人地；下3界，人事物人。3界总论为道大。这3界的存在形式和状态一层高于一层，是老子对万物包括人类从精神、思维、思想、品格、人格、性格上的一个划分。它3层次4种状态存在形式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人的完整的存在应该是从下3界上升到上3界，再由上3界回到下3界，这样周而复始的变化而不断的求得新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把人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意义和归向都说清楚了。现在我们就人的思维来论述3界。下3界，人事物。人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思维的生命体。物指构成世界的物体和物质。事人与人，物与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用下3界这的思维看世界，这很好理解，这就是我们常人所熟知的普通存在，它是与一般哲学相对应的概念。下3界中的人强调被看事物的客观存在，看物的人是被动的，看到的东西他承认，看不到的东西他不承认其存在，这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对下3界存在的物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包括认识方法、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一定的方法和理论，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缺点是下3界人的感觉器官是有局限性的，他们有固有的捕捉区间，外界事物的存在方式超出这个区间，感官就不能感觉到它们，或者虽有所感觉而大脑却不能正确处理这些信息，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科学手段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下3界人的感觉缺陷，比如人们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扩大自己的视觉范围，用电视电话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等等。但它在发展过程中同样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方面，人们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视觉范围，就要不断增加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功能和精度，这在理论上讲是无限的可行的，但实际上人们所付出的代价
是极其昂贵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控于有限的理论做指导而制造出来的一些带有误差的仪器，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仪器，依赖于屈从于这些仪器。离开这些仪器，人们寸步难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变成了仪器的奴隶。社会发展了，人的功能或者能力却退化了。科学手段比人们的感官缺陷更大，拒绝承认看不到而实际上存在的东西，这是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有机会的话，在分享中三界天地人。感谢观看，感谢点赞、订阅、分享。